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英伟达股价在2024年9月30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英伟达股价在9月2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 123.97， 收盘价是 121.40，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124.03， 最低价是在 119.26。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辅值是达到了5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当日的成交量是 2.71 亿股，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缩。KD 值快线是下穿了慢线，双线是继续下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即将开启下行的走势。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略有缩小，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短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多头趋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9月2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小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回档的行进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开盘之后股价即一路向下，下方是在119遇到了支撑，然后在盘中股价出现了反弹。又回到5日均线值的上方，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部，留下了这样一个长长的下影线。那我们会看到，虽然当日股价的收盘价是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但是呢，它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那也就是确认了这根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那将预示着股价后续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但是我们也关注到一个信息，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并且连续2个交易日的 K 线都含有长长的下影线，说明股价在回档的过程当中下方是有支撑的。然后再伴有量缩的这样一个现象，所以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股价是高开高走，然后呢在盘中如果能一直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运行，那么股价将会有反弹的走势，也就是说回档成功。对，好，那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9月2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收盘价会在123附近。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127。实际在9月27日收盘价是在121.40，股价是出现了下行。那至于我们预测的横盘向下的这个收盘价点位，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大，同时在盘中走势也是不同的，仅仅是方向相同，也就是出现了下行。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那对于9月30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仍然是113。在到达它之前，目前有2个关键标志位，或者我们可以称作叫支撑位，是在119和115。那这2个位置如果被跌破呢，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到达113的。113如果被跌破，将会瓦解自9月6日以来的多头趋势。那么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01。那101之后，第3个目标就是90。好，这是我们说股价的下行3个目标。我们再来看上行，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也仍然是131。在到达131之前
之前我们给出的是128，是一个强压力。那现在呢，还有一个位置就是9月27日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在124这个位置。那么它也成为目前股价反弹的一个强压力。那我们认为股价只有突破这两个位置，才有可能会到达131。131如果能够被站上呢，将会再次出现头高，将会确认自8月5日以来的多头趋势。那么第二个目标就是136，然后第三个目标就是英伟达股价的历史的最高，就是140这个位置。好，这是股价下行和上行的目标。我们再来看看9月30日开盘之后的观察位。那么之前我们给出的观察位呢，是前一日这根 K 线实体的下沿。那在9月27日盘中，我们会看到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因此是收在了低位。那到了9月30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在122这个位置，实际上是9月27日这根 K 线实体的下沿。好，那也就是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盘中，如果股价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也就是出现高开高走，那么股价才有可能会收在高位，或者至少会横盘。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是在它的下方运行，那么股价呢将会有继续下行甚至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根补量下跌的 K 线。好，那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解读。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周 K 线图，我们先来看看 K 线信息。在9月23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影线的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那收盘价呢是站上了前高，然后呢，我们会看到成交量是呈现的量缩。那含有长长的上影线说明上方是有卖压的，或者说是有空头力量的进入。所以呢，说上方是有压力，但是我们也会看到成交量呈现的是量缩，那说明呢，在当周是没有多头力量的进入的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将预示着股价通常含有长上影线有卖压，股价会有回档的走势。但是一旦出现了价涨量缩，那么在接下来一根 K 线也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根补量上攻的 K 线，也就是要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我们再来调出辅助线。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给出9月30日当周英伟达股价的预测。那么对于周 K 线图来说，在9月30日当周我们认为股价如果出现反弹的走势，收盘价会收在134附近。如果是出现下行，那么股价收盘价会收在108附近。那在周中呢，我们要关注这根含有长上影线的小绿 K 线的最高，也就是127。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呢？因为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如果能够突破前高，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上行的走势。但是如果股价在周中一直是在127下方运行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会出现回档的，或者至少会在这个地方出现横盘的走势。所以这是我们关注127的理由。好，我们再来回到日 K 线图，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5%的强反弹仓位，是在9月24日建仓，那么
获利的目标呢是从121一直到125，那么在接下来的交易日呢，股价都有在我们获利的目标位的范围内。那么如果这个仓位没有出场呢，现在还是继续会持有的。那到了9月27日收盘价在121.40这个位置，我们是不可以加仓的，因为这是一个收盘价跌破前低，那预示着股价会下行，所以这个位置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好，那么到了9月30日，如果这个仓位之前没有获利出场，现在继续持有，那一定是等待加仓做多的。所以呢，我们给出止损位，也就是这个仓位在之后的止损位，我们仍然给出的是118这个位置，也就是守这根绿 K 的中线。如果想承受更大的风险，可以继续守115。好，这是我们对多头仓位的描述。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是124和128，那他们的目标就是115和下方的113。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9月30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124，第二个压力位是128，第三个压力位是131，第四个压力位是136。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119，第二个支撑是115，第三个支撑是113，第四个支撑是107这个位置。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9月3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继续回档，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22，下方最低会到达118，收盘价会收在120.5附近，在这个位置。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22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下行。好，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22，上方最高会到达127，收盘价会收在125附近。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22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对英伟达股价在2024年9月30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